好，一场韩剧娱乐牵动政治敏感度的话题，我们来持续聊聊最近被中国大陆全网抵制、被延上的韩国女星全智贤，还有她主演的这个韩剧《暴风圈》啊，因为里头的一句话，为什么中国偏好战争这样入华的台词呢，让全智贤遭到了品牌的切割？都是一些大牌子哦，包含精品的 Louis Vuitton， 还有钟表珠宝的伯爵，还有保养品海洋、拉娜，这都是高端的品牌。那据说全智贤损失的金额可能高达人民币2.3亿元。那么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也点出在中韩这几年的微妙关系下，明星艺人必须谨言慎行就怕有不当的舆论惹火上身。好，这一句中国偏好战争描述了战狼风格的台词，引发现在全网强烈的反感。关键是什么？我们请来宾来分享。先，教授，我认为这个它触动了中国大陆很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神经呢，你这边强调啊，因为中国大陆讲究的是胜战，很谨慎作战。他强调的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讲传统的儒家文化，就你强调说这个它是变成一个好战，那民族主义就触动了，因为我们中国大陆在民族主义这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就去看南京照相馆，是扩大纪念9·18事件，你就知道了，这个是民族主义的里面的一环。然后呢，现在随着中国大陆的国力的上升，还有军力的上升之后呢，这个民族主义更敏感，因为我现在有底气了，以前没有底气，我都还有民族主义的这种意识呢。现在我底气更强，结果你变成对我这个敏感的神经在做触动。马上就反弹了。你看，当初在15年前的时候，萨德事件对韩国的这个生意，对，我们就知道，这还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那现在跟15年前来比一下，中国大陆又是今非，就是习非今彼了。应该现在进步又跨了一层了，它更有底气了。所以它这个就可以在很多的问题上面，有把它变成政治化。那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尤其是牵扯到这个民族主义、民主意识的状况之下，都要很谨慎，因为韩国要做生意啊。李将军呢？我觉得这部片子拍的这个真的是不用大脑。为什么？我们讲娱乐就是一般观众为客人嘛。对。那你一定要，你拍的片子，不管是主题或内容或台词的话，一定要为你客人所喜欢的嘛。那我们很难想象说，以韩国这种影剧居然去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哈！你讲完这种话，一定会被抵制嘛。那不要讲人家中国有这个民族情绪，那包括越南也是一样，你去诋毁人家国家，那我想说，当然你韩国人自己看得开心就好了哈。但是你如果说你这部片子拍了以后，你想要卖钱卖到大陆去的话，那当然不可能卖过去了。那你今天来讲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是中国去拍一部片子，像731，或者是说我们南京照相馆，你想他可能在日本卖座嘛，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可是中国自己有自己的市场，那你韩国你要不要中国市场？你如果说是需要你这部片子要到中国去市场去卖，你就必须要谨言慎行，仔细审查每一句台词有没有相关的辱华，不然你将人家的民族情绪惹出来，你这部片子怎么可能在中国卖得成钱呢？那拍电影娱乐事业讲究的就是要赚钱嘛，那你这个你搞成这样，你怎么去赚钱呢？是，好，明宽哥，因为一句言上的台词，有没有可能再触发新一波的禁韩令？第一个暴风圈这次可以说是惹了马蜂窝了。禁韩令本来在前2年已经慢慢的萎缩下来了，那当然因为韩国很多的大企业后来被中国企业给买了之后，禁韩令就开始消退了。那这次为什么会搞到这么大？第一个，全智贤太红了，树大招风；第二个，其实后面的内容前3集看完还蛮好看的，后面有点荒腔走板。荒腔走板完之后，后面又去抵触到了中国跟越南所以只能说全智贤第一个树大招风。但是我认为，其实暴风圈来到这地方也吃了一点大头病。对于整个国际的一个编剧来说，你一定要很确切的了解你今天的 TA 市场。后面的金主在哪边？如果这些你都不能够面面俱到的话，有时候一部片子的一个爆红，人家金主买回去看，后面全国都在抵制你，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好事啊。是。好，对于这样的指教批评呢，韩国主流媒体有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还为全智贤做出了辩护认为说这一句话为什么中国偏好战争是被断章取义了因为加上有心人士的这个恶意剪辑，跟现在这些短影音这么发达，才会闹成这么大的风波。说其实在剧中的角色跟分析呢，那一句为什么中国偏好战争的语境其实是反战的。当然每个人看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全智贤本人被延上之后呢，他其实也没有放低姿态认错
那有消息说，品牌跟他切割，也只是做了一些选择性的删除哦，做样子来平息众怒而已。其实全智贤私底下该赚的钱也不会少，所以野蛮女友到现在还这么坚决，他还有底气，因为钱还是可以赚到口袋里。尚志哥怎么看？好，我是彻彻底底在追这部剧哦。是，我想这部剧是很厉害的剧，我认为也很精彩。当然，有关于中国的评论是在大概第4集、第5集陆续出现，也不止他的一句话。对，当中也包括，比如说男主角跑到大连，到地方去做一些准备，本来要偷渡回北朝鲜的，结果他到大连那边的把现在的大连描述像是个极为落后的一个破市场。同时之外，这里头因为女主角她自己过去是在戏里头的角色，曾经是韩国的驻外大使，所以她也跟戏里头的中国大使有了对话。就跑出来的那个演戏的中国大使有点吊儿郎当的，就是看起来也不太入流。所以有很多东西堆叠起来，才会变成这个恶意的螺旋哈。那么，但我必须得说，这确实是一出很难的剧，因为这应该是韩国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爱情剧。是，这里头众多，所有在里头，然后还要包括里头的贪腐，这里头包括女总统，然后她要竞选女总统，很难以想象。然后女总统还被暗杀，然后她的先生也在教堂被枪杀，你可以想象到最人性。所以我在看前3集，我真的是很激动哈。好，所以也难怪会受到这么多瞩目，因为大陆的观众也很多。所以呢，这里头我必须得公平的来说，因为这整件事情它就是编剧。当然，导演也是作为一个在模拟，虽然知道它是一个假戏，可是它太拧真了。北朝鲜有一个你要厉害的核弹的潜艇，畅万吨。美国政府这里头有美国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说真的要开战，在朝鲜要开战，都知道是假的，可是他把最近的地缘政治的争议性全部放进来。所以因此在这里头的大家触及到很深的这种神经，所以谁打战？中国打仗吗？北朝鲜跟中国当然结盟啊。那大概所谓的韩国跟美国要不要结盟呢？所以这里他其实提出很多的反思。所以这里说中国偏要战争，我其实刚刚齐静要讲的，媒体在做辩护是对的。当我在看到整趋势了，这句话跑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咯噔一下。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是陈巨贤淡淡的讲的，但我必须得说了，只要任何涉及到跨国政治，你用你真的。导演跟编剧，你不要觉得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因为太入戏了。全智贤跟男主角张东元也都是我喜欢的，我们都看进去了。因此这里头所触及的，刚刚讲民族情感，包括现在的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现实，是大家一直被拉扯的。所以你一旦有一个讲不清楚的东西，乃至你把大连，你知道现在最恨这出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连，说我们大连明明这么进步这么美，怎么会是个破烂的一个传统市场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是这样，现在是民间在抵制，市场也害怕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但是官方。有中国大陆的官方，虽然胡锡进表达了一些，但是在官方无论外交系统或等等，基本上应该是会控制，不让现在因为李在明跟中国关系还是不错的，不会让他这件事情烧到影响中韩关系的。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